嗨，大家好，我是小江老师。Hello， 我係 Raym。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翻译 Karen。我们今天很高兴，终于又来到香港，然后拜访我一位非常重要的兄长，就是我们的 Raym 老师。我先说一下为什么这次我们来香港就赶快来拜访这个 Raym 老师，因为在某一年的 GBWC， 这个是哪一年啊？2015。哦，7、8年前了。对啊。哇，一下子过这么久了。我们在那个会场，我那时候去看那个香港的比赛的时候，就看到这件作品，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橱窗前说，哇，对你把它刷倒了，你把它刷倒了。然后我们蹲下来的时候，发现哇，里面还有一只这个白安洲。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赶快问，我们可不可以来拜访这个 Raym 老师？因为这个作品太让我们震撼，所以我都好高興。对。然后我们在看完这个作品，来到这个 Raym 老师的工作室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不太会刻线，所以我就请 Raym 老师教我一些刻线的技巧，尤其是左右对称。那不止那个，他当时还教了我这个金属漆怎么把它喷得很亮，甚至是一些其他模型的技巧，所以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兄长，也是一位恩师。那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請 Raym 老師先介紹一下他當時的這個得獎作品，勾起翻我當時嘅回憶。OK， 2015年啦，都成8年前啦，好記得點解有呢個構思咧？最主要咧係當然係比賽啦，咁都想贏嘅。咁但係點樣可以有一個勝算咧？咁當然好多計數啦。咁其實無論香港又好，東南亞又好，或者台灣朋友都好，都一定有計數嘅啲㗎。我會用盡晒所有個尺寸，嗱用到盡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佢個新鮮感，因為咧呢一個咧我係2015年啊嘛，呢隻野鶯咧大概係2014年嘅年尾出嘅，咁就啱啱好，我用大概半年嘅時間，啱啱好就到我哋香港7月嘅比賽時間，一定要加啲精細嘅手工落去啦，都不特止，都仲要加啲堅明落去。譬如我呢隻個堅明最重要嘅咧就係下邊會仲有一隻原石喺度嘅。好啦，咁有咗咁嘅構思，咁裏邊就當然係會加一個手工啦。個手工就同時間係一個競賽啦。呢一個作品大概用咗4個月度啦，係完全係由日頭做到夜晚，係啦。咁就其次就係話我哋點樣可以令到佢再喺一個會場裏邊，我哋點樣可以吸引個評判呢？咁我哋就加咗好多一啲本身 Bandai 生產嘅額外補品，會比較豐富啲，同埋生產商會開心啲咯。我覺得剛剛從這麼短的一個對話，我們發現他已經考慮很多事情了嘞。第一個就是尺寸很大，第二個是機體很新，對，然後第三個是他又有加入這個創意，然後第四個又有加入很多這個改套去吸引這個眼球。對，那還有什麼呢？如果要細心睇呢，我哋會用咗先頭講咗啦，用咗好多Bandai 嘅補品啦，譬如呢個圓錐炮，我哋就係用咗 Bandai 生產嘅推進器，將佢倒翻轉嚟用。當你發覺倒翻轉咧，你就發現原來推進器噴射嘅位置就喺裏邊，前邊呢一個位咧就變翻圓錐炮嘅發射。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川口老師中意嘅一個玩法咯。嗱呢個咧就係1:100嘅 RE 嘅生產咧本身就係比較簡單，佢主要係要一個外形嘅啫，佢個比例非常之好。正就係因為佢外形靚，但係又冇 details 喎。咁但係度過個尺寸，佢又可以喺50×50裏邊幾乎用到盡，佢又唔高過個高度又唔高過50喎，所以正咧就符合咗我呢一個構思。如果我們回到你的頭部啊，就是做了一個修改，那它這個原本的頭和後面的頭
你大概改造了什麼東西？好似我先頭所講，用好多 Bandai，除咗我先頭所講嘅呢啲補品，我仲用咗好多另外一啲模型裏邊嘅件切佢出嚟，切咗出嚟，然之後擺咗落去。譬如條頸裏邊係好多呢啲咁嘅其他模型嘅組件。對，因為它本來的頭是非常非常豎的。很平的，很平的。然後這個老師改完以後，它就是變很立體很多，然後連骨架什麼都全部都有出來。它有分隔，也有加進補品，去增加這個效果。然後這個身體的部分呢，也改動很多誒。譬如好似個身嗰度啦，我都係用一個切割嘅形式啦。另外咧，呢啲排氣口咧，我都係用一啲膠片疊佢出嚟嘅。哦。咁裡面咧個排氣口裡面咧，再加一啲補品係一啲網狀嘅補品，就好似真係一個排氣口咁樣啦。當然啦，繼續將佢複雜化啦，喺前面呢度再用補品加到隻眼落去，令到佢咁大個機體裏邊咧有好多唔同嘅鏡頭。唔止呢度嘅，應該我再講落咧，仲有其他地方係有呢啲鏡頭出現嘅。如果跟住再落去咧，就去到下身呢個位置。呢個位置咧。如果砌模型砌得多嘅人咧，都會見到，其實裏邊呢一條骨咧，我係仿效咗 MG 嘅做法。對，原來裏邊係一隻 MG 嘅腳嘅骨架。哦，因為它本來 R1的它是空一個空的，對，然後你把它切割以後抽出來，裡面再放 MG 的骨架。哦，對，係，沒錯，就是這樣。哇！所以呢啲位置排氣，佢本身呢個設定有嘅，我都係用翻呢一個方法去疊佢出嚟。咁如果講完呢個之後咧，我哋睇睇呢一個部分。先頭都講咗啦，呢一個部分咧係一個圓錐炮啦，咁用一個推進器倒轉咗啦。呢度我就都開咗隻眼出嚟啦。哦，這個鏡頭跟呢個一樣嘅。哦，所以它是可以調角度的啊！一陣間我哋講到尾咧，後邊都仲有隻眼嘅。對，等一下我們看到後面的時候，它還有眼睛。就720度環景。咁所以咧，譬如好似去翻呢個殼啦，嗱，我哋呢個殼叫咩咧？我哋廣東話叫做食糊位。打麻雀食糊，即係咩咧？就是廣東話說。簡單來說，就是一個位置，你就刺定了，你就可以拿上了，你就一定贏的。哦，你看這個就是對，就這整個位置，對，尤其是肩膀，那個時候7、8年前，我一看到那個肩膀，哇，一片兩片三片，然後裡面這樣滿的。另外呢個構思咧，其實係有卡碧尼個 concept 喺度嘅。哦，丘貝雷的殼裏邊咧，裏邊咧。哦，所以這一台夜鷹，它用了這種丘貝雷，它這種翅膀打開的，然後露出淚孔的那種概念，把它融合了。對。哦。嗱，後面咧其實係一個好簡單個原設定係一個好簡單嘅一個燃料桶，一個背包。哦，即係加個燃料桶。呢一個咧 FADD。二姐，然後你們叫二姐，我們叫莉莉。對啊，嗱，先頭講呢度，亦都有隻眼喺度啦。哦，方便望後邊啦。好啦，譬如呢個位咧，我又加咗啲網喺度喎。有，這個很漂亮啊！它也是在屁股，可能觀眾看不到，但是它就在屁股的後邊有一個鏤空，然後有一個網狀的設置，其實蠻漂亮的。另外啦，呢一個作品咧。佢個名稱叫長距離支援型。哦，對，就是這個夜鷹長距離支援型，叫得做支援，又長距離，一定好多武器啦。哦，所以1支、2支、3支、4支、5支、6支。哦，6支炮。他是要帶給他朋友嗎？還是說他也可以自己用？支援佢又可以用。俾其他用，即係簡單嚟講，佢係一個運輸工具。哦，個構思就係咁樣咯。有點是不是像那個 GP01？類似啦，類似。哦，哇，好精彩哦！對啊，你想的都做出來，而且真的是有這個 theory，這個可以用出來的。
它是有功能的，不是随便幻想的。就是它可能送过去以後，這個炮就可以給他的隊友，這個還可以下來去戰鬥。對，哇，那怎麼會讓你想到這樣子的一個概念？其實簡單嚟講，就係想嗰個模型複雜化，同埋有另外一個見解俾觀賞者睇到。另外就將佢個顏色改變，都係一個重點咯。因為如果係紅色嘅話呢，佢就唔係一個支援型啦，可能係馬沙專用。哦，因為如果它是支援，它不可以用紅色，因為紅色是主將。對，就是我們那邊叫做下仰。所以我覺得這個概念很好，因為你是幫忙的，就低調一點。低調一點。但是沒有低調啊，很兇啊。反而原石呢部分呢，我又冇點特別去考究佢嘅顏色，純粹係中意係橙同埋白嘅組合。但係個重點係因為佢去咗下面，所以呢，佢用嘅色呢係鮮色啲。因為呢，去到會場嘅時候呢，即係我哋當然去得比賽，各方面都要計算㗎啦。可能燈光唔夠嘅時候呢，佢會用翻啲 sharp 嘅顏色。某啲地方呢，我都用咗好多金屬色。令到可以喺一個燈光照射落嘅時間呢，嗰個作品會精神啲，會 sharp 啲，會搶眼啲咯。因為我們比賽都會在那個櫥窗裡面，那個櫥窗有燈光，那它除了燈光反射到很漂亮的機體漆面以外，那個金屬色因為不同燈光的折射，它會不同的感覺。所以它會有局部一些地方在 shining 的那種感覺，所以就是這件作品它計劃了很多，應該說可以獲得評審跟觀眾青睞跟得分的地方，對，所以規劃得非常好。那我們先快速的來欣賞一下這件作品。看完第一件作品，相信各位已經非常震撼。就這件作品已經幫我們帶來這麼多的這個驚喜。可是其實我認識的瑞瑟，他還有很多絕招，還有很多招式，然後今天一起分享給大家。例如說，接下來帶來的這件作品，就是不同於這種平噴的作品，是色彩堆疊非常豐富，然後非常有層次的一個作品。那我們就請老師介紹一下。其實我做舊化嘅效果呢，純粹都係一個減壓嘅效果嚟嘅。因為呢，其實喺做舊化嘅過程裏邊呢，係冇咁多細節要去顧及嘅，就唔同呢啲咁樣咯。其實呢一個做法係非常之簡單，甚至乎連水口，我哋所謂嘅水口的都冇打磨過，就咁剪咗佢就 OK 㗎啦。另外去到上色嘅地方呢，你哋會仲覺得奇怪嘅。我係連噴筆都冇洗嘅，就咁倒 thinner 落去，攞兩攞，搖兩搖，跟住噴咗之後，跟住就換另外一隻色㗎啦。就係正裏邊有些少唔同嘅顏色撈埋一齊，就會有呢個咁特別嘅效果。所以如果要再做一台一模一樣的，做得出來嗎？沒有，沒有，因
因为上次那个颜色可能还有一点点别台的颜色在里面。再做一次不可能。不可能一樣嘅顏色。另外咧有一個好玩嘅地方，就係一個我哋有個工序叫乾掃。乾掃，對。乾掃就攞支平腳筆，將一啲 highlight 嘅顏色係咁掃上去。譬如紅色嘅地方，對，原本冇咁淺色嘅，我哋就會用一個好似之後乾掃嘅效果，掃翻一個淺嘅紅色上去，可能我哋叫粉紅色啦。就咁係咁掃上去。哦，這個可以教嗎？這個不用付錢吧？所以咧呢個動作咧係好舒服㗎，你可以哦咁又得，咁又得，幾時還都得，還可以看電視。對，即係呢個動作係比較放鬆咯。這不是用噴的。開頭係會有噴嘅，但最嬲尾我哋就會用翻乾掃嗰個動作。另外最嬲尾有一個動作，我哋叫做甩漆。啊，甩漆就係咩咧？甩漆是我們是跟我們一樣的，我們那個講台語的時候掉漆，對，甩漆。我甩漆咧就唔係刮嘅，我係篤嘅，我支筆篤。所以呢個動作咧又係好 relax 嘅。哇，真的很漂亮，而且我有注意到藍色、黃色、紅色，除了這三個顏色很漂亮以外，白色上面的層次也很恐怖哎。白色上面我們一看到就是這個面會比較高光，可是邊緣它會暗掉，對，但是邊緣的邊緣它又是亮的。咁你白色有冇俾嗎？都係一樣。所以我覺得這件作品真的是太厲害了。瑞 Sir 有沒有想要幫我們補充什麼？係有一笪地方我係一定要做，同埋我會同啲學生講係一定要做。我猜，我拿咯。甚至乎連 band 帶嘅說明書同埋個盒都有陣時係冇做到嘅。哦，這裡不是，我現在拿看看咯。對，可以，夠翻冇問題。怎麼會這樣子呢？小張老師第一季完蛋了，跑起來了，完蛋了。好吧，你公布答案吧。隻角係尖嘅。哦，天線削尖。因為咧有一啲地方咧，佢唔止係鈍嘅，佢仲生多粒嘢喺後邊嘅。我知道啊，因為我們那時候我們做了5個 W 鋼彈，我們 MAD 有5個人做了 W，我們都有做天線削尖。對，你知道為什麼我猜不到嗎？因為我一定也會做，所以我想說，哦，這個大家都會做，原來只有我跟你有做。所以呢個我哋要自動自覺去做走佢。之餘，咁點解佢又唔做尖呢？原來都有段估嘅喎，因為簡單嚟講就係安全。對，安全，對，小朋友也會吃到啊。所以我哋就會做尖佢。咁但係當然啦，鏡頭前嘅朋友即刻問：喂，你做尖咗嘅時候，佢咪細咗咯？所以咧，我哋咧就會補翻長佢，先至做翻尖佢啦。我哋咧就可以用翻模型嘅膠框去駁翻長佢，再把它延長。但係又唔符合我哋做舊化，我自己嗰個減壓嗰個。哇！你又做到咁辛苦，咁即係做呢啲，咁所以呢啲就咁磨咗佢就 OK 啦。哦，反正就是做這個比較輕鬆，但是這個天線也是一定要做，細節還是有的，對，比較輕鬆。而且其他細節其實它還是沒有跑掉的，整體比較減壓，比較享受。所以做舊化呢個字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粵語怎麼說？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哦，那我們也來欣賞一下這件作品。OK。
那刚刚我们已经欣赏完瑞瑟老师带来的2件作品，但是其实这后面还有很多。那主要是时间的关系，香港都是这样子的嘛？对，台北也是这样子，忙碌的样子。那今天后面呢，我們就請瑞士老師跟我們講2個很重要的觀念。其實最主要咧都係用一啲線去令到呢一件件個層次豐富啲。譬如可能呢一件件原本生產商係1件過嘅，我哋用線去區分咗，將佢變咗做3件。當然啦，可以再複雜啲嘅，但係我哋要建基於佢究竟個比例係幾多咯。如果1比144嘅咧，我哋叫144啦。相對地，我哋做嘅線條咧可以冇咁複雜，因為個面實在太細。咁所以咧，我哋會比較簡單少少。相反地，我哋會做啲大比例啦，譬如可能1比100啦，甚至乎好似先頭所講嘅夜鶯呢啲 RE 完全係冇雕刻嘅，正就係可以好好咁發揮去呢一個工序。其實這件作品雖然我從上次看到它已經過了7年8年，但是仍然是非常震撼。對，而且這個塗裝就加上後面這一排也是還是這樣子，但是這一切都是從很簡單的一個起點，就是說從這個裝甲切割。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這個零件，瑞士老師有跟我講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他問我一句話，他說：“你知不知道什麼是直線啊？”這邊就由這個老師來幫我們解說一下。其實好簡單，我哋首先要揾一個我哋叫標準，就係我哋舉個例，譬如我哋刻線，我哋梗係希望條線係直㗎嘛，所以咧我哋首先要揾一條直線。對，你係刻到一條直線出嚟先，我哋唔好理佢長短。嗰個標準，如果你覺得滿意嘅話，我哋就將呢條線將佢重複堆砌出嚟。譬如好似而家呢一件件咁樣，我哋唔會因為佢長，我哋就可以直。哎呀，因為佢太短啦，所以我哋直唔到啊！嗰條直唔到嘅線就係一條唔靚嘅線。所以你揾咗呢一個標準之後，就會同自己講：我以後每一條線都會係用咁嘅形式去拼湊出嚟。好啦，跟住落嚟嘅重點係乜嘢啊？係冇得教嘅，就係設計啦。嗰個線點樣擺出嚟？你刻到一條直線，你又刻到一條直線，我又刻到一條直線。跟住我哋3個嘅比拼就係嗰組線邊個設計得靚啦。咁我哋一拎出嚟呢，哇！你呢條好靚，啊！你呢條呢個位好靚，我呢條呢個位好靚。咁我就可能會覺得你呢條靚嘅時候，我就有咗呢個 concept，就將你呢一組線個構思放喺我下一隻嘅某一個位置出現。如是者，我哋大家嘅線咪可以撈亂嚟用咯。哇！真的，其實我覺得有2件事情我很想跟老師分享。就我在很多地方上刻線課。那我忘記我為什麼會跟學生說，你們什麼都不要想太多，你們只要先刻好一條線就好。原來這句話是老師跟我講的。今天真的很高興，我才又來了一下，而且其實今天還有學到一些秘技。老師現在正在製作 Mark V，然後我們可以看到他把這個觀念其實也是運用在這種紅玉塊零件上面，做了一個裝甲的切割，然後就會呈現出這是分開的零件的感覺。還有一個就是老師的 design 真的超厲害，因為他的每一台機體的刻線都好像本來就有的。對，這個我同意。他的那個 Mark V 的從頭部的刻線啊、胸部的刻線啊、手部到延伸到腿部，你都不會覺得有任何一個地方是很唐突的。還有像他這個肩膀上的袍，他都會把裡面的這個骨架分色做成好多片，這就是從基本功到 design 的一個魅力。那個瑞士老師有沒有一些話想跟我們的觀眾說？因為我們觀眾雖然有很多科幻迷，但是因為比較少機會接觸到你們，所以是不是有些話鼓勵一下我們還在剛玩模型的新手啊，或者是有一些接觸比較久，但是還找不到自己風格的朋友，該怎麼辦這樣子？首先你要揾咗一種你自己
中意嘅先。你一定要熟練在一種先。我哋簡單嚟講，我哋叫個熟練度啊。譬如好簡單，我先頭所講，你學識咗一條線，有咗一條線嘅標準啦。但係你冇可能每一次都係只係畫一條線噶嘛。你係將每一條線係組合出嚟噶嘛。千千萬萬嘅組合，千千萬萬嘅面，唔同形態嘅面，你都未做得多，未做得好。咁快就去玩第二樣嘢，3分鐘熱度又去做另外一種風格咯。因為之前我們講的是廣東話啦，先求有，再求好。你先有啦，你再要求好。當呢個技巧你覺得 OK 啦，你可以再試其他技巧，然之後將其他嘅技巧會唔會同之前所學嘅技巧去融會貫通呢？或者之前個技巧可以幫助另外一個技巧更加容易發揮得順暢咯，甚至乎可以創出另外一個風格出嚟。所以另外除咗我哋有好嘅技巧之外，另外一科我哋都要學得好嘅就係美術。其實我們玩到後面，發現很多事情真的是跟美術息息相關。這一趟我覺得，雖然前面我們看作品，然後後面講到比較簡單的零件，但是最後面我們在講的是一個觀念。那學，我覺得其實觀念正確更重要。比第一次挑戰我就要做出雷文老師結果拼出來什麼都不像，所以我覺得真的就是獲益良多，真的。所以我這一趟來香港，其中一個目的當然分享這個影片給大家看，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我自己本身也還有很多想跟老師學習的地方，所以馬上就過來這裡。好，那這一次真的是非常的高興，而且還有超級多作品看不完，因為像後面有一些舊畫，然後有地台、有場景的一些小作品，雖然看起來不大，可是都很豐富，所以我們期待下一次再來香港，再來拜訪雷文老師。那這期節目就到這邊，謝謝大家，拜拜，拜拜。